今天在家里又折腾了半天啊，因为昨天我在阿沙岛那边骑行的视频呢，在编辑的过程当中又出了同样的毛病啊，就是明明自动拍摄的这些视频啊，结果他在编辑的时候呢，他自己会锁不住，就好像拍的过程当中啊，它就产生了左右的移动啊，就网上查了一下，也没有搞明白到底是啥原因。后来我就稍稍学习了一下，感觉应该是陀螺仪的问题吧。结果重新设置一下，也不知道对不对。但刚刚出门的时候呢，我就突然想起，干脆把相机重启一下，就恢复到出厂的设置。这样的话呢，看看能不能就解决问题。所以一顿操作以后呢，现在我骑到村里啊，打算来尝试一下，试拍一下，看看这个镜头会不会锁得住。因为否则呢，你每过多少帧，每过几秒你就得要在软件上调一调，就非常的费事，而且出来的效果呢也不好。如果你要偷懒，1分钟不调呢，它对准的景物啊就好了。好，暂且呢就先骑到村外了。看到几位祈福双语学校的老师，他们又回来了。今天天气大好了。我昨天在阿沙岛骑行的时候，本来满怀希望是想完整的骑行1周的，但是呢，很遗憾啊，到了最后一段时间呢，开始狂风暴雨了。结果呢，虽然我还是赶到了星海音乐厅去避雨，但是身上基本上还都被打湿了。当然了，夏天时间打湿也无所谓。今天呢，我换了一台车，就骑着旧的这台单车呢，再出来转转啊。因为这台车呢，我上次重新结了链条以后，在村里试骑一下，还没有到外面去骑。今天呢，我就特地骑到村外去，骑到大马路，看看它效果如何，会不会再掉链子。
前方呢就是祈福交通中心。其实原本我今天上午呢看到不下雨啊，想再一次骑着我的单车到交通中心来搭乘地铁，从这边呢看看能不能去到什么地方再去转转。结果呢在家里折腾那个视频啊，费了很长的时间，最终呢也就不得不放弃了。但是呢现在你看啊，天又阴沉了下来，因为按照天气预报呢，今天2点钟啊它是有下雨的可能的，所以呢我就在想还得要看天骑行。如果等一会儿天气突然下雨的话呢，那就近骑一下就算了，早点回家。现在呢我在市广路上骑行啊，就这条马路呢宽敞又干净，也有骑行道啊，骑起来非常的舒服。但是呢我今天还是想转到左侧的东义路上，到义库里面呢再去随意的转转吧。好，今天运气不错啊，遇到绿灯了。现在呢来到了东义路上啊，两边呢都是金山谷社区，都是由招商地产发展起来的，也就10多年吧，这边呢已经成了非常宜居的社区了。你看啊，这些高楼底下建了很多跟生活有关的商店。马路的左侧呢是金山谷学校啊，再往前呢还有一个外籍子女学校。好，我们就在东义路啊这条林荫路上舒服的骑行一段。右侧的这个学校呢是一个艺校啊，我相信是东义路的路名的来源吧。但是现在他们挂着郭兰英剧院这样的牌子，但是有一段时间呢在网上啊了解到，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郭兰英这位大艺术家啊，歌唱家还跟这个学校或者这个学校背后的老板呢打官司，可能是被冒犯了，还是被侵占了他的肖像权呢，还是名誉权？当然也有可能是利益大家分得不均匀吧。但是呢，后来就不了了之了，这个牌子照样还挂着，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前面的 CIS Canadian International School， 就这个学校呢，看上去建的还是非常的气派，非常的漂亮。你看啊，广州加拿大外籍子女学校吧。边上呢就是这个加拿大学校的校门了，应该叫广州加拿大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啊，是它正式的名称。面向全球家庭的优质国际教育啊。总之呢，原本在广州，包括沿海的很多城市啊，这种外籍子女学校越来越多。但是后来呢，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整理啊，就慢慢的呢，就有了一些变化啊。再加上经济的原因和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呢，就外籍人员数量明显的减少。那么这些看好外籍子女，包括中国的子弟啊，国际教育这种看好这个市场的投资者呢，就出现了一些松动啊，或者说有了一些担心，因为最怕生源不足啊。骑到这边呢，就有一个大坡，我想骑上去看看。我现在把这个档呢调到了比较慢的档，看看能不能顺利的骑上去啊。虽然是一个蛮大的坡，但是我换到了慢档以后呢，还是比较轻松的就可以骑上去了。虽然这个车老了，但是结了两节链条以后呢，就发现好像踩起来更用得上力了。这个是很不错的一个现象，是我要的结果。对面呢就是富豪山庄。今天出来呢，主要就是测试一下相机啊。我重启恢复了出厂设置以后，它这个镜头还不会跑掉。还有一个呢，就是结了链条以后，应该是第一次骑到窗外吧，就看它效果如何。
这边呢也是很多的学校，左侧呢是富豪山庄子女学校，右侧呢是一个宏博幼儿园，而边上呢也起了一些公寓房，这些公寓房下面呢就有一些生活相关的商店啊。虽然这些商店呢不是特别起眼，但是对于晚上回来的人来讲啊，还是方便了很多，可以就近解决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而且这边的路呢，我看都大部分开通了，修得也很好啊。所以我们就在这个不熟悉的路上呢，随便骑行一下。原来呢又回到了加拿大学校的边上啊，前面那个房子呢就是加拿大子女学校。感觉左侧还留了一些空地，将来应该是可以做一些街心小花园啊。我觉得这边的环境确实会越来越好啊。最近呢，如果关注中国形势的人呢，会看到有一些迹象啊。第一呢，就是明显的对于这种外籍人士到中国的一些限制，就尽可能的放松。比方说，从今年开始啊，分了2批还是几批呢，就开放了一些重要的城市这些口岸，就很多国家我们单方面的给予他们呢，可以144小时到中国来进行短期的，不管是经商还是旅游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便利啊。那这个当然是单方面的啊，因为人家很多西方的国家并没有对我们中国实施类似的同等的待遇。那第二个呢，就是在外商准入方面拆除了很多堡垒。其实这些呢都是中国当年加入 WTO 的时候啊有过的承诺啊。那么现在总算呢把一些，比方说制造业啊已经100%撤除了门槛，同时呢也允许外资来控股中国的一些制药的行业，还有呢就是出版业啊，以前这2个是雷打不动，绝对寸土不让的，那现在呢也撤除了。前几天呢还听到另外一个消息，就是中国的沿海的好多个城市啊，具体多少个我忘了，就是允许外资来设立独资的医院。那这个呢引起很多老百姓啊有很多的议论，有欢迎的，也有感到不能理解的等等吧。但是我觉得这些吧都指向一个，就是要搞经济了。但是呢又对以前的一些说法呢有遮遮掩掩啊，就不能完全拨乱反正。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大家看看吧，看看最后的结局会如何。总之我相信呢，这个目的就是把那些流失的外籍人士呢再请回来。当然不是把人请回来，而是跟他们相关的一些投资还有一些产业，让他们呢能够重回中国来做生意。那自然呢要给予很多更宽松的环境，就是要给予他们更多的信心吧。但是呢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的吧，一旦环境受到破坏，信心受到影响的话呢，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
就在短时间之内通过你出台一些政策，就能够让大家又重拾信心，就很快的又回到之前那种蜜月阶段。所以在这个里面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拉锯战，还会有痛苦的这么一段经济下沉的时候啊。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易库啊，就这边呢，你看啊，对面就有一个招商投资的吧，广州番禺国际康复颐养中心，这是一个养老院嘛。就一边呢，中国老龄化，老年人越来越多，国家呢在养老这个方面啊，真的是一个头三个大，就不知道到底要怎么能够去为这些退休以后的老年人提供更切合他们的一种服务。老实讲，靠国家来整个把这个养老事业做起来呢，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其实早就有开放这些民营的资本啊，那以后呢，也可能会有更多的外籍的这些人士到这边来经营养老院，就会带来国际的一些资本吧。但是呢，现在来讲啊，就这种民营的养老院呢，它主要是面向一些有能力负担的高端的客户，更多的情况呢，它是赚钱的买卖啊，它不是福利。可是老百姓，绝大部分老百姓呢，都希望这养老呢有国家管起来，最好呢有国家来买单。那这个实际上呢就差得好远。就像这个左侧有华美国际月子会所一样啊，就这边呢也搞了很多的这种坐月子的服务性的中心。那无非呢就是希望啊，有一部分希望有更好服务的人在生了小孩以后呢，受到更好更专业的照顾。但是老实讲啊，就是反而呢，在这种现象底下，有很多人就可能希望呢，能够通过付费啊，得到他们想要的服务吧。但是呢，这就涉及到一个普通家庭面对啊，动辄好几万、十来万的这种坐月子的费用啊，甚至让某些家庭呢因此受到不小的压力，甚至还有小夫妻啊生了小孩本来是天大的喜事，结果为了坐月子的这些费用闹得不欢而散。就如此种种呢，就可以知道这个社会呢现在已经出现了分化，就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能力收入不同呢，他确实可以有一些就不同的想法，或者付出一些额外的费用呢，就能够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或者得到一些更好的服务。但是你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另外一方面呢，虽然这个社会啊，大家都希望能够得到更好的服务啊，但是无奈呢，口袋里头的钱包啊，每个人真的这种支付能力都不太一样，所以真的很难一概而论。并且呢，由于这种一部分人的超前的消费啊，就造成了很多尚未达到这种消费能力的年轻人，或者非常大的一个群体呢，产生焦虑，总觉得自己在消费上低人一等，并且呢，似乎他们也会在养老、在小孩子坐月子，还有自己很多美容、健身等等方面呢，都会落后于别人啊。就
真的，这个社会因为焦虑，当然已经有一些人他自己觉得能力不及啊，干脆躺平了事。但是那些不愿意躺平的人呢，就不得不在这个社会上苦苦挣扎。但其实呢，很多事情啊，真的就想太多了。就每个人呢，实际上就是你就设定方向，努力去做，可能这个过程呢还是蛮长的啊。但是怎么说呢？这个财富不可能一个晚上就从天上掉下来，在很多情况底下呢，是需要慢慢的去积累。而且在年轻的时候呢，应该克制消费，积少成多啊，尽可能的去做一些稳健的投资。如果把钱都超前的去消费了，借着一堆的信用卡，又付车贷，又是付房贷的，最终呢肯定省不下钱，而且经济下行的一个浪下来，可能工作都有可能不保啊。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就有可能成为车奴、房奴。成为奴还算好了，就怕到时候啊，你连这个利息都付不了。所以呢，年轻人真的只能跟自己去比，设立目标啊，让自己成长，就不断的能够去争取更多的价值体现，而不应该呢把有限的收入啊超前的去享受，更不可以呢跟同龄人、跟社会上面的某些走在前面的人去比较，人比人真的比死人了。所以，如果你不够这个能力啊，你可以怀有某种梦想，但是在现实当中呢，应该熟视无睹，对那种让自己变得更舒适、更方便，但是呢需要付出金钱代价的那种服务呢，还是应该敬而远之，最好是熟视无睹。因为我现在呢骑行在这个艺库啊，它其实就是一个创新的园区。那更多人呢是年轻人在这边开设他们的企业，或者在企业里面呢工作啊，所以这边呢某种意义上来讲是青年的创业园。我觉得本身这是一个非常的好的机会啊，所以应该在这个地方呢利用政策的一些扶持，尽可能呢多一些努力啊，让自己拥有一份事业，最起码呢也积累经验啊。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应该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但是像我们这种已经退了休的人呢，就日常的到这种创业园区里面的小湖边啊、树荫底下、草坪旁边呢来骑车逛逛。感觉这个小湖里面的水少了很多啊。其实最近并不缺雨啊，就跟我昨天在杨基村那边看到的河床里面呢，有些都见底了。这个不知道是为什么呢？是潮汐的影响，还是人为的把水放走了呢？其实我们上点年纪的人也有很多想法，就大家总觉得到了人生的一个阶段啊，说的不好听，应该是最后的一个阶段了吧。所以呢，总感觉的时日无多，需要及时行乐。但是即便是退休老人家啊，
每个人的这种积累是不一样的，每个家庭的负担也是不同的。所以呢，如果你老想着看着人家今天房车，明天游艇，真的你去一趟试试看，我觉得80%-90%的人可能下个月或者是有几个月就得紧衣缩食了。真的就是为了1个月或者几个星期的一个畅快的旅行啊，结果让自己有个好几个月甚至半年时间都是过得紧巴巴的日子。我觉得你越是在旅行当中开心，你可能后面要面对的沮丧啊，这个时间可能就会越长。所以有很多东西吧，我觉得一定要立足于自己啊。但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买个旧单车骑行一下啊，那这个当然是没有什么花费啊，所以也不会因为这个下个月就得要吃生菜，要勒紧腰带啊，应该不至于。好了，今天呢就是随意的在祈福新村边上的东一路啊，新的金山谷这个社区呢，骑了几条街，也到艺库里面呢随便来转了转，试试单车。另外一个呢，我急着要回去啊，看看我的摄像机啊，它能不能如我所愿啊，就拍出来的视频呢，只要经过简单的调整编辑，就可以输出变成我需要的素材。今天呢，也是看视频的时候啊，就无意发现大疆公司呢推出一款最小的无人机啊，就如果你买个单机呢，带一块电池，大概就1300来块钱。那这个是我见过最便宜的，当然我也是将信将疑。但是看到一些网友的分享呢，就感觉做一个第三人称的一个拍摄啊的补充，其实应该也是相当不错的。就看到它一些功能呢，有一些傻瓜的办法，它就可以有跟踪拍摄，也可以有其他的一些功能吧，就是让你拍的 vlog 就看上去比较多角度啊，更丰富多彩一些。那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一直想要入手一台的，但是毕竟来讲呢，它也是以前出的一些，一个是毕竟来讲不便宜啊，还有一个呢都比较大比较重，就总觉得携带方面应该不方便。而且听说呢政府也有限制，就是某些无人机呢，应该都是要登记啊、注册才能使用的，这很繁琐。但是我看网友们介绍的这款小的，它叫 DJI Neo， 应该它是限制的这个飞跃的距离啊，做了一些限制，就不能飞得太高，也不能飞太远，更不能飞得太快。而且它的那个螺旋桨呢是有东西保护的，加上它本来就是比较小巧，它只有130多克而已，所以的话呢，我相信就是碰到人也不会造成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大概是这么样的一款无人机，所以呢再了解一下啊，就如果真的是可以的话呢，也可以买回来尝试一下。现在又经过这个金山谷的学校，现在应该是中午午休以后又一次上学了吧，好多小朋友啊。
现在呢，我骑出了东一路，来到了市广路，准备过马路。现在呢，经过市广路就没想到你看现在太阳非常猛烈的，原本以为还有可能下雨的，结果等来了一个艳阳天。但是呢，我也就是出来骑行一会儿，现在准备回家去了。骑了一段比较颠簸的路单车还是经受住了考验，没有什么明显的异常。现在呢，就骑回家去了。现在呢，已经回到了村里了。骑行呢，就是总是有意义的，但是呢，有时候出门骑行也是要看看天色，有时候呢，也要给自己找些理由。比方今天呢，就是私下车，把这个重启后的相机拍摄一段，回去看看能不能一切使用如常。但愿是这样吧。好，现在呢，回到学院路了。左侧从这边一直到那个路口，全部都是祈福学校。现在孩子们应该都在里面上学呢。就看到一个屋村里面有这样的学校，就小朋友们都不用出远门去上学呢，就感觉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呢，
这个屋村里面有很多的小朋友啊，他们可以结伴上学，彼此可以做朋友啊。课后呢，可以一起玩耍和复习功课。我觉得这个对有孩子的家庭来讲啊，就这种屋村应该是首选吧。好了，今天呢顺利回到屋村里面了啊，就把接下来的视频呢分享一下。好了，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我们下一次出门再见。